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对于众多的同修来说，渐修是重要的基础课，没有渐修的积蓄，就不会有顿悟的突破，而顿悟又必须建立在长期而艰苦的修炼基础上。道理虽是如此，但很多人始终不得其法，卡在了修行的途中，并越陷越深。这不免让人开始思考，如何才能完成从渐修到顿悟的转变，打开修行的死结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要明白渐修与顿悟的意义。什么是渐修？渐修是指一个人自始至终的修炼全过程，无论你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，指你整个练功过程。在这漫长的修炼中，有3个主要现象可供参考，用以检查自己的修炼和前进是否正确。第一，修炼是一个由动到静的量变过程。最初基础修炼，你表现为对武术、打球、跑步、爬山、太极拳、自发动功等感兴趣的锻炼。此时你虽无兴趣，也不知目的，只是作为一种体育锻炼，一种健身的基本需求。这无目的的运动为你此后的修炼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之后是有意识学习形体动作的主动阶段，此时你通过切身体验，认识到修炼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，便主动去学。但还没有深入了解修行，你是被五花八门的形体动作迷住了，你认真地记住每一招每一式，并且苦修苦练。这些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常常使你不知所措，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动作越多越好，内容越复杂越好。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到修行的实质处，更谈不上什么层次了。当你进行了大量的形体动作学习和修炼后，特别是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，有了一定的体验和气感，你开始进入静功修炼时，你将感觉到唯有入定才可获得高能量和强信息，出现高功能，获得最佳功效。此时你不想再练其他功法，一心入定，甚至连与人说话的兴趣也没有。平时你喜欢的种种娱乐活动更是索然无味，这标志着你的修炼已经进入了很高的境界。第二，修炼是一个心灵净化的升华过程。如果你修炼得法，你必将出现这种现象，心灵净化将为你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。首先，你不愿意再杀生，你忽然感觉到任何生命都很可爱，不应该杀死，而且吃掉它们。其次，你将自动忌掉五荤，鸡鸭鱼肉之类被你追求称道的美食佳肴，你忽然反感起来，不是不让你吃，是你自己不愿意再吃。第三，艰难相助，一片好心。在见到困难人时，你不会视而不见，不会漠不关心，不会轻轻走过去，你的那颗心已经完全变得符合功德要求了。第3个现象，修炼是一个身心再造的质变过程。请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修炼是否经历了如下过程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说明你还没有修炼到家。修炼到家之后，至少有3个非常明显的标志。第一，自己不得病。任何一个好的功法都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，己身之病要随着修炼的加深逐渐好转或迅速痊愈。第二，自己的家人不得病，因为你与家人的衣食住行常在一起，接触最多，影响最密，所以当你功力达到一定程度后，最先受益的是你的家人。第三，自己周围的人不得病，家人之外，你还要和好多人来往，还要交好多朋友，尤其是工作单位，你还要和好多人相处，这些人能否受益是检验你功力大小的又一个标志。另外还有一个检验标准，超出3界。这里的3界不是指佛家讲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大3界，是指我们生活中的小3界。第一界，欲界，指正常人的欲望。欲望人人有之，有的人强，有的人弱，有人不舍昼夜，不惜代价而追之，总感到人生给予他太少了，有人却心静如水，知足常乐，怡然自得。请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摆脱了酒色财气、七情六欲的束缚。第二界，色界，指我们社会上的精神享受和名利地位，这是好多人在满足了必要的物质享受之后的迫切追求目标。名利地位对人生固然重要，但不可过强。有些人骑着毛驴寻骏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，把全部精力放在对名利地位的追求上，
忘记了人生在世的根本就是为社会做一份切实的奉献。请检验一下自己是否能把名利地位看得淡如浮云。第3戒，无色戒，无私心，无杂念，无一物，无一色，唯有心识助于气功境界。如果你能超出前2戒，第3戒自然就会轻而易举进入乃至超越。这时你的气功层次和境界无疑已经上升到很高的程度。你如果不超出这小3戒，对修炼只是处于身体的需要应付而已，整日沉迷在酒色财气中，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高层次。中国修炼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。第1阶段，内气阶段，即经络气的修炼阶段，自古历代相传，而且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，甚至不立文字，密而又密。修炼方法多通过某形体动作的特殊训练，调动内气在体内周流运行，从而达到治疗目的。同时也可发放一定外气为他人治疗。这一阶段过分注重了经络气的修炼，没有抓住人体的至关重要处，故有3年小成、10年大成之功，甚至10年面壁之功，速成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自古就有好多人离开家庭到深山里择地住室进行修炼，再有专人服侍，非常严格，稍一不慎前功尽弃，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。因此自古有言，练功者千千万万，成功者1人2人。第2阶段，意念阶段，这一阶段是在第1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高层次的修炼方法。它是在经络修炼的同时加进了意念活动，把意念作为一种修炼方法，作为一种能量，作为一种物质进行训练和运用，不必像第1阶段那样必须借助各种形体动作进行修炼和给人治病。此时的修炼一切全在意念之中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第2阶段练好之后，会给人以很神奇的感觉，因练功者可以在不用手脚进行练功和给人治病。这时因利用了人体固有的意念活动作为修炼方法，因此修炼时间大大缩短，效果比第1阶段显著。第3阶段，信息，能量和光的阶段，也可称为能量阶段、人天合一阶段。古代高师均发现，练功的最后层次和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。但如何从功力上很好的解决，使众多的修炼者普遍进入这天人合一的能量阶段，一直是高层次功法全力追求的突破点。到此阶段的修炼方法更为直接简单，修炼时间也大大缩短。修炼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，与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、宇宙能量全面沟通，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，随时达到极高境界。这时修炼者已不必出家，也不必择地，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，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修炼所追求的无上境界。因为此阶段的功法已有了强大的能量注入，完全抵消了客观环境强加给你的种种不利影响。到此阶段，修炼经过第1、2个阶段的发展演化，最终将出现万法归宗的局面，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对人体有极高价值的修炼方法。这时我们的爱好者和修炼者就再也不用担心上当受骗，到处寻找了。明白了渐修的意义后，我们再来说说顿悟。顿悟是当你修炼到一定程度时，忽然明白了世间好多奥妙，你忽然知道了应该练什么功，不应该练什么功，应该怎么练功，你甚至还可以误创功法。大家不妨联系一下自己的练功实践，看一下当今中国的修行现状。许多人虽然收益很大，但已经练过或正在修炼的功法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，或是马拉松式的修炼法使人耗不起时间，交不起学费，或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收效却甚微。相当数量的人已对五花八门的修炼现象产生了一定的厌恶情绪。人们在渴望着寻找着适合自己日常工作需要的高效快大成功法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们都有植树的经验，把树枝从树上砍下来，再到地下，让树枝重新生长为一棵树。树枝刚刚插到地下，它要生长发育，就需要生根，吸收大地的营养，这就等于把大地的营养通过根须和自己接通，有如我们人类从先天母体中来到后天一样。在母体中，我们的肺部不呼吸，用的是脐呼吸，修炼中叫先天呼吸。
一旦出生之后，马上改为鼻呼吸，也叫肺呼吸，通过肺脏吸收大自然间的能量，营养渠道完全改变了。这改变之中，关键处需要的是沟通过程。再如我们过节燃放的爆竹，如果把它和火柴放一起，无人去点燃，它不会爆炸，威力就不会发生。这点燃的一刹那，就是一种能量沟通过程。我们在宇宙中，正如爆竹放在火柴旁一样，需要的就是这种点燃和沟通过程。因为宇宙中的能量大得惊人，相比而言，我们人生需要的能量是微不足道的，关键是缺少了这种沟通。自古以来的许多高师和成千上万种修持法门，均在于解决这种沟通。正如前面讲的，进门需要打开房门一样，找不到钥匙就难以登堂入室。当然，你可以在无钥匙的情况下，从窗户或墙上开个洞进去，但那效果毕竟差得多了，那是歪门邪道。沟通过程是最大的基础环节，又像远处有一条河，你家有一口井，挖一条渠道，让大河与井沟通，把河水源源不断地引进你家井中，从此你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水源。对人体来说，那就是宇宙能量和人体五脏的沟通。好多法门在修炼中发现了美好的境界和无上的层次，但苦于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达到，只有少数人通过苛刻的条件方可实现。我们社会中人更是可望而不可及，因此像过河没有船和桥，对岸是美好的，如果没有船和桥，就只能是望洋兴叹。修行的船和桥都给大家了，如何划着船前进和怎样从桥上通过也都告诉大家了，至于何时到达彼岸，全在于大家自己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